这是一个2层的建筑，还能看到这些木质的一些搭建。这屋顶已经早没了，很难想象啊！下着大雨，我竟然在鬼城里面漫步着，这有点像是鬼屋探险啊！地上散落了很多的一些钢管，连这里山上啊，应该以前全部都是矿场。这里还有一些当年的汽车，现在已经是只剩下一个外壳了。在当年应该是蛮时尚的一个汽车，连现在它的发动机已经都全没了。看，这什么？这门还能开吗？哦，可以开啊！来，进来参观一下。这驾驶舱啊，非常的矮。方向盘，哇，我把这方向盘弄掉了，装回去。看这里面的空间，怎么样？没有天窗，上面也是铁皮的。感觉在这里面啊，像躺着在开车一样，是蛮酷的。这里散落了好多的一些零件。一辆老式的 truck， 变成轮胎，白色的轮毂颜色真是蛮搭的。看这车，同样它的引擎盖啊，也都已经没有了，是不是还蛮独特的？看一下能不能打开，锁上的。看一下那边，哇哦！这座椅啊，全部都是这种钢棚呢，露在外面。这底下。这可是100多年的汽车啊，老式的 truck， 开了多少？45000多迈。是不是非常的复古？全是铁皮。这里有一个柜子，100多年的木房，这双鞋，我的鞋跟他的对比，嘿，
已经非常的锈拙了。这还画上了一把红色的雨伞。哇，这有点像是鬼屋探险啊！你看过去的房子，100多年前的，这还有一个沙发座椅。房间很小，四处都在透风，窗户还蛮多的，但都是那种小窗户。这应该是过去的那种壁炉吧？看这下面，小阁楼。涂上了很多的涂鸦，这房子的外面，你看这屋顶啊，都已经垮下来了，又起雾了。还在下雨，走，看一下这个房子，木屋，在外面包裹了一层铁皮。看上去像什么？上面刻满了一些文字。桌子。看这外面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像农场一样的地方，而在进门处这里呢，却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图形、图案之类的，一圈一圈的。从这里看上去好像很普通，但是如果从天空来看的话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呢？而周围啊，有很多怪异的一些雕塑，啊，风非常大。走近一点看，这些白色的穿披风一样的人啊，看上去像什么？是不是很像幽灵一样？全部都是披风，哇，真是蛮怪异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大雾弥漫的天气底下，是不是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？据说啊，这些人物的形象呢，是在1984年的时候，由比利时的这个艺术家呀，好像是叫阿尔伯特呢，他根据这个达芬奇有一幅非常经典的这个油画，就是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耶稣的那10几个门徒呢，他们的形象啊，来构建出来的一个人物。
连这里面呢都没有身躯，只有流动的这种长袍，而且啊，这个里面呢，它是用那种玻璃纤维制作而成。如果你晚上来到这个地方的话，真会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你看现在，即便是在下午啊，这个风啊吹起来，我这个雨伞啊都有点撑不住了，大雾弥漫。而你看现在啊，才下午1点45。而这周围的能见度，或者说是个天色啊，马上就要进入黄昏。哇，这个风特别的大，只能是这样顺风啊，才会稍微好一点。你看，马上就要像是进入到黄昏一样，所以真是让人啊毛骨悚然。如果到了晚上以后，你开着车，又或者说是打着手电筒误入了这一个地方，配合到现在这样的场景，真是啊，让人很有感觉，就像是走到了某一个电影或者说是恐怖片的场景当中一样。不愧是传说中的鬼城啊！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白色的幽灵。好，上车。哇，风非常的大，这是逆风啊！看外面的雨啊，下得非常的大，我感觉一时半会儿啊，应该是停不了的，而且周围还起雾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能是坐在车上啊，等这个雨稍微小一点以后呢，看是否能下去转悠一圈吧。那以前你曾经有看过用瓶子做的房子吗？那不可思议的是啊，它竟然建造于20世纪初，距今都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，就一直啊屹立在这个沙漠的鬼城之间吧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房子呢？你看，它就在我的身旁了。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鬼城的附近了。那因为啊，它是修建在这个沙漠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能来到这里的话呢，都能看到仍然过去的那些比较原始的东西啊，完好的保留在这个地方。那关于这个鬼城呢，据相关的记载啊，说它是修建于1904年的时候，而到了1916年的时候呢，就彻底废弃，变成了一座鬼城了。那这一座鬼城呢，它其实在淘金热的后期呢，是几个比较繁荣的小镇之一吧。所以你看这个挺独特的小房子啊，从外观来看，是不是还蛮时尚的？整个房子呢，全部都是用啤酒瓶建造的，真是蛮酷的一种设计。这房子看上去啊，并不是很大。它的外墙呢，目测就是用酒瓶与粘土啊修建的。那酒瓶呢，它的瓶底是朝外面的。那为什么这栋建筑啊，它要用啤酒瓶来建造呢？确实很少看到过这种风格的建筑。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欣赏这栋建筑，是不是也挺有那种艺术的美感呢？那据说建造这样的一种方式呢，那是西方常见的一种风格，因为当时呢，那个建筑材料是比较稀缺的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就在周围啊，用一切手段去寻找他们需要的工具。而这座房屋呢，从资料来看啊，它是建造于1906年，而当时那个铁路啊，应该都还没有通到这座鬼城吧。在内华达州啊，有很多那种纯天然的粘土。但是只用粘土来搭建的话呢，又会显得不够坚固，又或者是不太牢固吧。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老矿工吧，非常喜欢喝酒，他就想到了一个点子，哎，我这么喜欢喝酒，干脆啊，直接用啤酒瓶和这个粘土来混合搭建一个建筑，那会是怎么样的效果呢？于是啊，他就开干了。那据说呢，修建这样的建筑啊，大约需要5万个瓶子。那算下来呢，一年的每一天大约需要收集140个瓶子吧。
你没有听错，每一天啊要收集140个瓶子。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的话，他每天都喝酒啊，那即便是人都喝死了，也攒不了这么多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也得继续攒啊，所以他就东拼西凑，到处的就想办法。最后呢，经过不懈的努力呢，攒到了3万个瓶子，然后就搭建了眼前的这栋非常独特的啤酒屋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看，这就是这栋建筑了。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？用粘土和这个啤酒瓶啊，这种廉价的建造方式呢，建造出来的这个屋子呢，不仅非常的牢固，而且啊，在平时的采光呢，应该也是非常好的。但虽然今天这个天气啊是阴云密布，而且我这个伞啊拿在这个外面啊，你看它都一直在晃动，你就知道这个风有多大了。但是如果阳光明媚的时候，那在屋子里面五颜六色的颜色从不同的角度照射进来，那是一个多么美妙、多么梦幻的感觉呢？这外面的风太大了，我得先进去了。整理了半天，再看这栋小屋啊，曾经有不少的电影公司呢都在这里取过景。像美国著名的派拉蒙影业啊，就在这里拍过一部电影，叫做《航空邮件》。后来呢，派拉蒙影业啊，还把这栋小屋呢进行过翻新，现在已经用铁丝呢全部都围了起来。很遗憾啊，没法进去参观到了。但是我想，当年啊，修建这一栋建筑的这个矿工啊，他在这里生活呢，一定是非常有趣、非常有着故事的。好吧，那这里先这样了。那我们先到周围呢，再去转悠一下。走。连着周围啊，有很多古老的建筑，不过现在都已经是残垣断壁了。连这个建筑啊，只能看到它上面的一个 logo 了。时间显示的是1906年 Porter，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门房，但是从这里啊，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那个区域了。现在都是一些荒草，这是被围起来的。周围看上去确实有点像一个鬼城啊，雾气弥漫。这个叫 Overburr Building， 下埋式建筑，它建造于1907年，然后在1907年的6月份完工的，大概花了4.5万到6万美金来建造这一栋建筑。你看它过去呢是这个样子的。竣工的时间是1907年的6月4号，这应该是一家银行吧？100多年的时间啊，就变成这样的景象了。地上吊满了当年的这屋顶的一些大石块吧。过去的银行啊，地上还能不能找到有钱？嘿，木框，哇，还在滴水。那上面是钢筋的，渗水比较严重啊。背后都是残垣断壁了。大石块，这里好像还有人啊生过火，炭渣。
还是能看到过去的这种建筑哦，它的里面都是这种木质的屋梁，然后再用石头呢垒起来的。在后面看上去大雾弥漫，就像是寂静岭一样。底下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巨大的坑。不是特别的深，大概有1到2米左右吧。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藏经的地方。哇，现在风特别的大。看这周围，虽然捡不到什么金子了，但是满地啊都是这种铁皮，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易拉罐。我去那边看一下。这建筑屋顶都已经没了，看上去有点像是那种土坯房，但其实呢，它的里面啊有很多的木质的搭建，从这里都能看得到。我一直转一圈，那上面的雾气，大雾弥漫啊，不愧是鬼城。从这里看进去啊，你看里面好像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，是连通的，从这里都能看得到。你看，在它里面也是大石块，还有一些木质的构件。另外的一侧，我们从这里跨过去看一下。水泥地。哇哦，来看这里，这是一个2层的建筑，还能看到这些木质的一些搭建。好像是3层吧，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了。这屋顶已经早没了。很难想象啊，下着大雨，我竟然在鬼城里面漫步着。你这起雾以后啊，其实能见度就很低了。从这个照相机里面，好像我都看不到前面的那些建筑，这视野非常的差。随处都是这些铁皮。你看那栋建筑啊，在云雾里面若隐若现的。
这里还有一个大的，好像是一个油漆桶还是什么。哇，这里还有钢管 ，U 型的钢管。应该也是一个2、3层高的建筑吧。这里面就是这样了。好，先上车啊！这雨太大了。上车。你看，在我身旁这里啊，又有另外一栋建筑了，看上去啊，规模还蛮大的。知道这栋建筑是什么吗 ？Casino， 哇，这是鬼城的赌场了。100多年以前啊，就已经有赌场，这看上去是不是就像是一个城堡一样？在上面的绿色的牌子上面还写上了 Roylate Ghost Casino， 也就是流沙岩鬼城赌场。上面的窗户啊，还有门，全部都已经被木板给堵了起来，显然是不让任何人啊进去了。这外面还有一圈铁网，上面还贴上了 warning，24小时，每一天啊都有摄像头监控。看来真是戒备森严的，防止任何人啊悄悄的进入到这个赌场里面去。但是不难发现的是，100多年以前的人啊，除了在这里淘金以外呢，他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来到这里赌博，就说明这一个鬼城啊，在当年一定是繁荣昌盛的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呢在 Roylate Ghost Town， 也就是流沙岩鬼城。那我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
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你看对面的那个连绵起伏的大山啊，现在被这个云雾所笼罩着。你看在那个山坡上面有好多的这种洞，我想那些洞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些淘金者啊，他们进去挖矿挖金的地方吧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也不知道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呢。现在那边全部都是封闭起来的，等有机会的时候，天气晴朗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进去一探究竟吧。